大家都说吃鱼能让人更聪明、更健康，但你曾想过，那份爱护家人的心意，可能正把风险也带回家吗？很多人相信鱼类是纯净无污染的代名词，殊不知，有些养殖鱼从小到大吃的药可能比吃的饲料还多。养殖户的内幕消息指出，有些市面上常见的鱼其实是用药水催养出来的。尤其下面要提到的6种鱼，石斑鱼、鲶鱼、巴沙鱼、罗非鱼、黄鳝、黑鱼、乌里，以及小池塘里养的鲫鱼，行内甚至把它们称作药养鱼。有资深养殖户私下坦言，这几种鱼他们自己都不敢吃，因为知道里面的门道太惊人。听到这个名单，你也许会大吃一惊。鱼不是健康食品的代表吗？怎么从昂贵的石斑到平价的鲶鱼，都逃不过吃药的命运？接下来，我们就深入探讨这份养殖业不愿公开的秘辛，看看哪些传言属实，又有哪些误解需要厘清。我们先来了解一个残酷现实，为什么养殖鱼离不开药？传统的池塘养鱼密度不高，鱼儿可以悠游成长，但现代养殖场为了追求产量和利润，常常在有限的水体里饲养成千上万条鱼，鱼群挤在一起，排泄物和饵料残渣令水质迅速恶化，各种致病菌和寄生虫也乘机滋生。在这种环境下，不吃药几乎不可能。只要1-2条鱼染病，病源会以惊人速度蔓延，全池鱼可能在几天内死亡殆尽。对养殖户来说，几万条鱼是全部的生计，一夜暴毙就血本无归，他们不敢冒这风险，只能求助药物。于是抗生素、杀菌剂、驱虫药等被预防性的加入鱼塘水中，仿佛给鱼群上了一层保险。有经验的养殖户透露，现在养鱼用药的剂量之大，完全是被逼出来的，因为养殖密度越来越高，不用药根本养不活，这并非夸张。上世纪80年代，1亩水面的鱼产量只有现在的1/10，甚至更低。如今不少国内鱼塘单位面积产量动辄达到当年的10倍以上，密度大幅提升，伴随着鱼病风险急剧增加，传统养殖户自然只能依赖药物来减少损失。还有更极端的例子，一些养牛蛙的企业为了经济利益，高密度养殖到匪夷所思的程度，每亩水面竟养出4万斤牛蛙。在国外这几乎无法想象，而要撑住这么惊人的存量，只能靠超量用药保价护航。另一方面，水产养殖业竞争激烈，谁也不愿意降低密度，为了保证收益，几乎人人都选择用药来维持高存活率，久而久之便形成行规。那么问题来了，鱼塘里下的这些药最后去哪了？一部分随排水渗入环境，一部分残留在鱼体内，最终被我们端上餐桌。长期吃这些药泡鱼，对人体会不会有伤害？稍后我们会逐一分析。不过在展开6种鱼的案例前，先提醒一句，并非所有养殖鱼都是药罐子，一些科学养殖者会严格控制用药种类和剂量，在于贩售前停药一段时间，让药物代谢殆尽。也有养殖户用益生菌等生物方法来维持鱼群健康。因此，鱼是否药味重，取决于养殖方式是否规范。然而据内部人士透露，有些鱼的品种特性和市场压力，让它们几乎无可避免成为药养鱼。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一揭开这6种鱼背后的秘密。首先登场的是石斑鱼。在高级海鲜酒楼里，石斑鱼是价值不菲的招牌菜，给人的印象应该是高品质的食材。然而养殖户之间流传一句话，石斑鱼苗不给药，全池活不成。虽然这说法有夸张成分，但也折射出石斑养殖的难度。石斑鱼对水质和环境要求很高，一旦高密度饲养，就特别容易生病。常见的如细菌性感染或红彩病毒，也是一种会让鱼大规模暴毙的致命病毒，都可能让整池石斑迅速死亡。因此，石斑鱼从苗种阶段开始，养殖户往往就定期投喂抗生素，并在养殖水体中撒入消毒药，免得病菌滋生。甚至有人戏称养石斑就像煎中药，得隔3差5往池子里抓一副药，否则鱼苗脆弱，得熬不到成鱼。有一则网传故事，形象地描述了石斑鱼对药物的依赖。一位养殖户邻居透露，他养的石斑鱼得一直吃抗生素才能存活，出货前还得慢慢减药，否则鱼缺药一下子会死光。
这听起来颇夸张。专家也澄清说，石斑鱼并非如此，离不开抗生素。如果养殖密度和环境控制得宜，石斑鱼一样能健康长大，不需要成天泡在药里。但现实是，大多数业者很难做到零用药，碰上鱼群爆发感染，还是得依靠药物治疗，否则损失难以承受。在利益驱动下，一些不肖养殖户甚至使用非法药物。2022年，大陆检验出台湾输出的石斑鱼含有禁药孔雀石绿的残留，让消费者大为震惊。孔雀石绿是一种人工化学染料，具有强力杀菌、杀虫作用。早年被广泛用于防治鱼的水霉病、小瓜虫等寄生虫问题，但后来发现它对动物有致癌、致突变风险。农业部自2002年起全面禁止将其用于食用鱼养殖。即便如此，仍有少数养殖户违法使用。石斑鱼检出孔雀石绿残留的事件，使这道昂贵菜肴的形象蒙上阴影，花大钱吃石斑，却把慢性毒药吃下肚，实在得不偿失。所幸多数正规大型养殖场现在对药物残留管控严格，石斑鱼出塘前都需经过一段停药养水期，并检验合格才会上市。但一些小型养殖或地下流通的石斑鱼品质就难以保证了。总之，别以为价钱高的鱼就一定干净。石斑鱼之所以卖得贵，一部分正是因为养殖成本高昂，而这成本里也包含了不菲的药钱啊。让我们再来看看另一端的例子，价格低廉。经常出现在菜市场的鲶鱼和它的近亲巴沙鱼。鲶鱼肉质嫩滑少刺，价格便宜，很多人爱买它来做水煮鱼或红烧。然而，关于鲶鱼养殖，网络上流传着听起来极为骇人的说法。有帖子称，越南出口的巴沙鱼，一种巨型鲶鱼，养殖在严重污染的湄公河水域，不但含有重金属，养殖户还大量投放抗生素和生长激素，把鱼催肥。美国早已禁止进口这种鱼。这些指控听起来可怕，但真相并没那么绝对。我们逐条来看。首先，越南巴沙鱼确实主产于湄公河流域，不可否认某些河段水质不佳，夹带农业和工业污染物。然而，巴沙鱼天生适应力强，在浑浊的水体也能存活，因此养在污水里并不代表鱼肉一定有毒。其次，养殖过程使用抗生素是国际通行做法，只要遵守停药期，鱼肉中残留量便符合安全标准。越南巴沙鱼在早些年确实有部分批次被检出抗生素超标，欧美一度暂停相关供应商的进口，但这并不等于美国全面禁了巴沙鱼，只能说对其监管相当严格。至于传言中所说大量使用生长激素，多数养殖户表示给鲶鱼打激素既没必要也不划算，因为鲶鱼本身就长得够快。养殖户真正头痛的是水质和疾病，所以主要还是靠抗生素和消毒剂，而非猛灌激素。尽管没有传言中那么夸张，巴沙鱼和本地鲶鱼的养殖环境卫生状况也称不上干净。由于鲶鱼耐脏，对溶养要求不高，有些小型鱼塘甚至用养猪排放的污水来饲养鲶鱼。猪粪水富含有机质，滋生大量浮游生物，鲶鱼把这些当成美食，似乎长得又快又肥，但污水里也夹带着病菌和寄生虫，养殖户不得不定期大把地下药消毒灭菌。此外，为了缩减成本，鲶鱼饲料里常混入廉价的下脚料，比如动物内脏粉、羽毛粉等，甚至有传闻直接以禽畜粪便发酵液喂鱼。试想，鲶鱼本是杂食性，水中清道夫，什么都吃，固然长得快，但它吃进去的肮脏东西，最后可能累积在鱼肉中，再转到食客肚里。若再加上鱼塘里长期投放的药物残留，那么这盘便宜鱼到底有多安全，就很难说了。特别是那些价钱异常低廉的冷冻鲶鱼片，更值得警惕。或许正因为养殖过程标准低，滥用药物才能把成本压到如此之低。还有一个小细节是，为了让冷冻鱼片看起来肥厚鲜嫩，生产商往往在加工时把鱼肉浸泡在3聚磷酸盐溶液中。这种合法的食品添加剂能让鱼片吸水增重，口感更弹嫩，但过量摄入磷对人体并非易事，可能干扰钙质代谢。总而言之，鲶鱼和巴沙鱼能成为价格超亲民的鱼，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环境和药物成本在暗中补贴。我们在购买时，
如果遇到来源不明又特别便宜的鱼，别光顾着捡便宜，还是多想一想其中隐含的代价。说完了鲶鱼，再来看看另一种常见的养殖鱼——罗非鱼。罗非鱼俗称非洲鱼，是全球产量数一数二的养殖鱼类，在中国各地也有大量养殖。由于生命力强，饲养成本低，罗非鱼的价格非常亲民，一般老百姓都吃得起。它甚至被比作水中鸡肉，意思是产量丰富，价格便宜，但风味和营养称不上顶级。然而近年来，罗非鱼的声誉出了些问题，民间流传着各种说法。有人说罗非鱼为了避孕药，吃了会伤身致癌，还有人嫌它土腥味重，营养差，直接称之为垃圾鱼，觉得上不了台面。这些说法有的失实，有的则有一定根据，我们不妨来抽丝剥茧。首先，关于未避孕药，其实指的是罗非鱼养殖中的一个必要步骤——幼苗期的雌变雄。罗非鱼繁殖力极强，如果在池塘任其自然繁殖，会产生大量小鱼争抢饲料，反而导致资源耗尽，成鱼个头变小。为避免这种情况，上世纪70年代科学家研发出性逆转技术，也就是在鱼苗阶段给予鱼仔特定激素，使几乎全部小鱼长成雄性。操作方法一般是将微量雄性激素甲基睾丸酮掺在饲料中，让雌鱼苗摄食。经过几十天处理，小鱼绝大多数变成不具生殖能力的假公鱼，日后生长速度比未处理的鱼快得多。这听起来有点吓人，但在全球罗非鱼养殖业已是惯例，只要在规定剂量内使用，且鱼苗处理后有足够的生长时间代谢药物，上市时鱼体内的激素残留通常微乎其微。专家指出，按照正常流程养出的罗非鱼，甲基睾丸酮残留对人体不会构成显著影响。然而，如果有养殖户贪心违规，用超量激素或延长用药时间，那风险就不可同日而语。曾经就有出口罗非鱼被检出激素残留超标的案例，逼得厂商召回产品。这提醒我们，技术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违规操作。除了幼苗期的激素处理，罗非鱼养殖中也会使用一些抗生素和药物。例如，罗非鱼在高密度饲养下，有时会爆发细菌感染，如链球菌病，这时需要伴了投喂抗生素治疗。不过相对而言，罗非鱼算是比较耐病的鱼种，用药频率没有石斑、黑鱼那么高。同时，罗非鱼肉本身并无毒性，所谓吃了致癌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大概是人们对激素残留的过度联想。其实罗非鱼的营养价值和其他淡水鱼相差无几，它富含蛋白质且脂肪不高，只是 Omega-3 脂肪酸含量比某些深海鱼低，而 Omega-6 稍高。如果喂养环境干净，罗非鱼完全可以作为健康食材。之前在马来西亚曾疯传罗非鱼有毒致癌的谣言，后来当地渔业部门辟谣说，罗非鱼养殖并未使用违禁药物，正常食用不会致癌，所以罗非鱼绝非什么垃圾鱼。但另一方面，养殖模式确实影响鱼品质。假如是一些脏水沟里野蛮生长的罗非鱼，饲料品质差又滥用药，那肉质和风味确实会变差，安全性也堪忧。反之，大型正规养殖场用干净水源和科学饲养方法生产的罗非鱼，其实相当安全实惠。因此，与其问罗非鱼能不能吃，不如问这条罗非鱼是哪里来，怎么养的。接下来要揭露的是黄鳝养殖中一个令人瞠目的秘密。黄鳝一向被视为滋补佳品，红烧鳝鱼、鳝鱼面都是深受欢迎的菜色。早年市场上的鳝鱼大多来自野生捕捞，产量有限，价格高。后来人工养殖兴起，普通人也吃得起鳝鱼了。但你可能想不到，许多养殖场为了让鳝鱼长得又快又大，竟然在饲料里掺避孕药。为什么要给鳝鱼喂避孕药呢？原来黄鳝有个特殊的生理，大多数鳝鱼前半生是雌性，到了后期才转变为雄性。而雄性鳝鱼长势更好，个头更大，所以养殖户巴不得池塘里全是公鳝。于是有些人动起了变性的歪脑筋，在饲料里加入人，用避孕药，利用药物中的激素干扰黄鳝的内分泌，使更多雌鳝提早或直接转变成雄鳝。常用的手法是把避孕药磨成粉末，
均匀拌入蚯蚓、泥浆等鳝鱼饵料中，日复一日的喂食，如此养出的黄鳝雄性比例远高于天然状况，普遍长得较肥大。但养殖户不用担心国家检查出问题，因为水产品检验一般不会去测避孕药这类激素残留，可以说这是养鳝行业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听到这里，你或许会担心，吃了这种喂避孕药长大的鳝鱼，人会不会受影响？老实讲，具体的影响很难有定论，毕竟人体摄入的剂量极低，但长期大量摄入这类性激素对人体特别是儿童青少年的潜在风险不得不防。除了激素问题，黄鳝养殖中抗生素和杀虫药的使用也相当普遍。鳝鱼体表粘液丰富，很容易感染水霉病、烂鳃病等。养殖户通常定期给鱼池消毒下药，有些甚至不惜使用人用抗生素，如阿莫西林来图见效快。但鱼类用人药是一大隐患，细菌长期接触人用药物，容易培养出对人类抗生素耐药的菌株，最终害的还是人类自己。此外，黄鳝喜食活饵，如蚯蚓、小鱼等，许多养殖户用田螺肉、蚯蚓泥喂养，提高成长速度。但活饵携带的细菌和寄生虫更多，这迫使养殖户不得不更频繁地下药杀菌驱虫。种种操作下，黄鳝可以说是泡在药汤里长大的。有一位资深从业者坦言，他绝不吃自己养的黄鳝，因为自己清楚用了多少药。消费者若还蒙在鼓里，认为鳝鱼是能大补元气的天然滋养品，恐怕就有可能补了不该补的东西。黑鱼学名乌里，又叫生鱼或柴鱼，是一种凶猛的淡水鱼。民间有句俗语，一鱼三吃，可以补气活血，说的就是黑鱼。许多产妇在坐月子时，家人喜欢煮条黑鱼汤给她补身，据说有助伤口愈合。然而，这碗滋补汤背后的黑鱼，却可能经历了一段暗黑的成长史。黑鱼在野外是顶级捕食者，生命力极强，甚至能离水在湿地挣扎移动找新水源。然而，在人工养殖场，高密度饲养仍让它们无力抵抗各种疾病。黑鱼没有鳞片，皮肤容易受伤感染寄生虫，加上它们天性好斗，常互相撕咬，伤口更是难免。于是，黑鱼池塘得经常下杀菌剂和驱虫药，预防各种烂鳃病、小瓜虫病等问题。最臭名昭著的莫过于孔雀石绿，它对治疗鱼类白点病、真菌感染等效果奇佳，可以说是养鱼的灵丹妙药。在没被禁用之前，孔雀石绿简直是黑鱼养殖的标配药。然而，正如前面提到的，孔雀石绿对人体有严重危害，属于国家明令禁止的违禁药。但一些黑心养殖户为了省钱、省事，明知故犯，继续偷偷使用。结果就是多地的监管部门抽检时，屡屡在黑鱼中发现孔雀石绿残留，真可谓黑鱼上的黑色印记。试想，一位产妇喝着黑鱼补汤补身子，却把看不见的致癌物也一起喝了下去，这是多么荒唐又令人心惊。除了孔雀石绿，黑鱼养殖中还大量使用抗菌药物，例如土霉素、磺胺类、硝基呋喃类等，防治鱼群细菌感染。其中绿霉素和硝基呋喃也是违禁品，一旦残留在鱼肉里，可能影响消费者的造血系统和肝脏。一些不法业者甚至还会在饲料中掺入畜禽用的生长促进剂，或者为促进黑鱼食欲而投喂类固醇激素。这些在行内都不是秘密。一旦碰上利润驱动，某些地下养殖几乎无所不用其极。特别讽刺的是，黑鱼汤在民间被视为良药，但如果汤里的鱼本身带着大把兽药、人药残留，那这味汤恐怕就变了味。当然，也有守法循规的养殖户不使用禁药，而是通过降低密度、加强换水等方式来养出无药残的黑鱼，但那样做成本更高，鱼价自然不菲。当市面上出现价格低廉、量又特别大的黑鱼时，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其中是否有药物撑腰。甚至有媒体报道，为了让运输途中的黑鱼保持活力不生病，有运鱼商会直接在运输水箱中加入孔雀石绿。如此一来，黑鱼在抵达水产市场时看似活蹦乱跳，但体内其实早已暗藏不少药物残留。最后登场的是鲫鱼。鲫鱼是一种平凡却亲切的淡水鱼，
很多家庭喜欢用它煲汤滋补身体。然而，看似普通的养殖鲫鱼，其实也可能是在药汤里泡大的。尤其那些小池塘里养出来的鲫鱼，更被行内人列为高风险的药养鱼。原因很简单，小型鱼塘水体有限，设备简陋，为了让鱼活下去，只能拼命下药。许多乡间的家养鱼塘没有完善的换水和增氧系统，水质全靠人工药剂维持，鱼多水少，一不小心就会缺氧生病。养殖户只好定期往池里撒消毒药粉，比如漂白粉、硫酸铜等，以防止藻类爆发和细菌滋生。一旦发现鱼苗有寄生虫，就加驱虫药，担心细菌感染，就预先在饵料里掺抗生素。可以说，小小池塘几乎变成一锅消毒水。有些偏远地区养殖观念落后，甚至会用到国家禁用的剧毒农药，例如往池水里倒入 DDT 杀虫，或者撒下有机磷杀虫剂、敌百虫灭杀水蛭等。在那样的鱼塘环境下长大的鲫鱼，体表往往会残留异样的黏滑感，摸起来黏手，甚至带点药水味。细心的主妇可能也发现，有些便宜鲫鱼煮汤时，汤色发白不透亮，鱼肉松散，这可能就是长期药物浸泡、饲料不足导致的品质低劣。试想，一条小小鲫鱼在肚子里可能残存着几种抗生素和杀虫剂的混合物，这样的鱼吃进身体里，除了蛋白质，是否还送来微量的百药汤？看了这么多例子，你也许会想，那以后干脆不吃养殖鱼好了。但是稍安勿躁，我们无意让大家闻鱼色变。事实上，大多数正规养殖的鱼类产品经检验是安全达标的。我们强调上述黑幕，主要是提醒消费者提高警觉，别让不肖商人有机可乘。尤其在中国这样的水产品消费大国，市场庞大，难免鱼龙混杂，我们只能多一分心眼来保护自己。其实，养殖鱼用药只要遵循规范，严格执行休药期，对最终食品安全的影响可以降到很低。真正可怕的是那些违法乱纪的案例，比如鱼从苗到成长一路泡在禁药里，或根本没停药就匆忙上市，那才会对健康造成威胁。所幸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监管部门对水产药物残留的检测越来越严密，这些年大规模药物中毒的事故并不多见。回顾以往案例，2006年的多宝鱼及大鳞平一种养殖的比目鱼被查出氯霉素等禁药残留，导致全市上下架封存，相关养殖场停业整改。那次风波之后，许多地方开始推广工厂化循环水养殖，以避免再出现药残超标。然而风头一过，违规用药的幽灵仍时而冒头。近年来各地检验中，黑鱼、鳝鱼等依然偶有验出孔雀石绿、硝基、呋喃等禁药的报道。这说明对水产养殖用药的监管容不得半点松懈，需要持续不断的严格执法。此外，养殖鱼滥用药物还造成环境和公共卫生隐患，药物残留随排水进入江河湖海，可能破坏水域生态，例如杀死有益菌，诱发藻类过度繁殖，导致水滑等问题。更可怕的是，这些水中的细菌接触低剂量抗生素后，容易产生抗药性。所谓超级细菌便是在这种环境下滋长，一旦耐药菌通过食物链或水源传播开来，人类将面临治疗感染无药可用的局面。因此，世界卫生组织也多次呼吁全球水产业要负责任地使用抗菌药，防止耐药危机加剧。那身为普通消费者，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安心吃鱼呢？首先，尽量选择信誉好、管理严格的销售渠道购鱼。大型超市或品牌生鲜店的水产品通常来源可追溯，检验检疫也较完整，相对有保障。购买时可以多留意标签上的产地、养殖方式等信息。有条件的话，优先购买通过无公害、绿色或有机认证的鱼类产品，这些通常代表养殖过程更规范，药物使用更谨慎。其次，学会观察、挑选。前面提到的一些现场辨别技巧可以派上用场。例如，鱼眼应该清亮不浑浊，鱼鳃鲜红没有怪味，鱼身有弹性且无怪异粘液，这样的鱼比较新鲜健康。反之，若发现鱼色异常洁白，体表黏滑刺鼻，价格低得不正常，最好敬而远之。再次，处理烹调时也要注意，
所有鱼都应彻底煮熟再吃，以消灭潜在的病菌和寄生虫。需要注意的是，高温烹调并不能去除药物残留，许多抗生素具有相当的耐热性，就算煮熟仍然存在。孔雀石绿等化学物质更不可能靠简单清洗或加热去掉，所以防止药物摄入的关键还是在于源头选择无残留或残留极低的鱼，而不是企图用厨房手段来解毒。我们也要看到，养殖户很多时候是迫于现实才用药，鱼病来势汹汹，成本压力巨大，他们往往别无选择。其实不少负责任的养殖者也希望能不用药，把鱼养得更自然健康，只不过在利润和风险的权衡下，他们只能选择保命的办法。也有业者反映，如果消费市场愿意为无药残、高品质的水产品支付更高费用，他们当然乐意改良养殖模式。所以食品安全其实是整条供应链的责任，不仅靠生产者自律，也需要消费者的选择来引导。当大多数人都重视品质而非只图便宜，黑心养殖才会没有生存空间。未来要从根本上杜绝药养鱼，还需要整个行业的升级。所幸科技正在提供解方，例如挪威等国家的鲑鱼养殖已经几乎告别了抗生素，他们通过给鱼苗接种疫苗和良好的生物安全管理，成功控制了疾病。鱼一生中很少需要用药。又如循环水养殖和深海网箱技术的发展，可以大幅降低鱼群感染几率，自然减少用药需求。随着人们健康意识提高，水产养殖也在向减药、无药方向努力。当然，这需要投入更高成本和技术，短期内或许会让鱼价上涨。例如，有报告指出，智利的一些鲑鱼养殖场为了防病，每养1公吨鱼就用了约1公斤的抗生素。而在管理较佳的企业，这一数字可降至每吨几百克，甚至趋近零。可见，不同规范和技术条件下，鱼类养殖对药物的依赖程度天差地别。对你我而言，了解了以上种种内幕后，希望大家在面对美味的鱼时多一分理性思考。我们不必因噎废食地拒绝养殖鱼，而是要懂得分辨好坏，支持良心生产。当每个消费者都注重品质，而非只看价格，市场自然会倒逼更多养殖者规范用药，改善环境。我们也期待着有一天，药养鱼这个词会成为过去式，我们可以放心地享受每一口鱼肉的鲜美，而不用担心吞下了什么不该有的化学物质。